让我们来探究碱土金属。碱土金属是铋、镁、钙、磁、钡和镭。位于元素周期表的第二组，除镁以外，这些金属和碱金属一样，都储存在煤铀中，它们具有相似的性质和反应趋势，其密度和活性都会由上而下递增。除铋以外，所有的碱土金属与水反应都是出氢气，并生成碱性溶液，但它们的反应的强度低于碱金属。但在同一族中的反应会由上而下递增，变得猛烈。第二族的元素，它们的最外层都有2粒电子，除了铋以外，其他金属都会失去这些最外壳层电子，像碱金属一样形成离子。例如镁可施以去最外壳层电子，形成带正2电荷的离子。镁与氧气和水反应的实验，用钳子夹取镁条，将镁条放在熊熊燃烧的苯生灯火焰上，镁燃烧时会发出耀眼的白光。注意，煤火不能直接用水扑灭。镁与氧气反应，生成氧化镁，它是一种白色的固体。稍后你会看到，烧杯底部会有出现白色的沈淀物质，这是固体的氢氧化镁，因为它只会微溶于水中。碱土金属，它们的活性都是会由上而下递增。例如，当镁加入冷水中，它的反应十分缓慢，并会生成不能溶解的氢氧化镁。这氢氧化镁形成一层保护膜，阻止镁与水继续反应。镁只能够与水蒸气反应。镁与水蒸气反应生成氧化镁和氢气的实验，在实际操作中只需加热镁条，而不是湿润的沙粒。氢气可以用燃烧的木条点燃。无论如何，当镁燃烧时接触到水蒸气，反应是十分猛烈。镁与冷水反应，生成氢氧化镁和氢气。以下是它们的反应方程式：氢氧化镁是微溶于水。在元素周期表中，元素分为金属和非金属。但除了把元素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之外，有些元素还可分为类金属元素。类金属同时具有金属和非金属的特性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陈述了金属和非金属的物理性质，现在讲解类金属，它们同时具有金属和非金属的特性。它们大多数像金属一样外表有光泽，在室温和压力下是固体，但它们亦像非金属一样易碎。类金属具有一般的导热性和导电性。如果要类金属导电，它们必须是在受热或含有杂质的情况下形成。最后，它们的熔点和沸点都是一般。基于这些特性，类金属通常用作于半导体。以上是类金属的一般物理性质。